你上一次去看医生是什么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因去的，你坐在那个诊室里，医生用了大概7分钟，听了你说话，看了看检查结果，写了一张处方，然后说好了，回去按时吃药，注意休息，少吃油腻的，然后你就出去了。你走出诊室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好像有什么东西没有被说到？不是医生不专业，不是医生不负责，是那7分钟里有一类东西从来不会出现在对话里，不是因为它不重要，恰恰相反，是因为它太基础了，基础到没有被纳入任何一个标准的诊疗流程里。那类东西是你的身体本来就知道怎么修复自己，是你的细胞。在特定条件下，会启动一套比任何药物都更精准的内部修复程序，是那套程序有一个具体的触发时间，有一个你可以主动创造的启动条件，有一系列科学上已经被证实了的效果。但在那7分钟里，医生没有说这件事，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而是因为这件事不在他的工具箱里。他的工具箱里装的是药物，手术检查是在问题已经出现之后的应对方案，而不是在问题出现之前帮你的细胞把垃圾清掉，把损伤修好，把老化延缓的那套逻辑。那套逻辑有个名字叫做细胞自噬，而它的启动时间就是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事情。先说为什么这件事儿对你来说是重要的，重要到值得你认真听完。你的身体每天都在产生细胞垃圾，不是比喻，是真实的分子级别的垃圾。每一天你的细胞都在正常工作，而正常工作会产生副产品，折叠错误的蛋白质，功能受损的细胞器，老化到无法正常工作的线粒体，被氧化应激损伤的分子碎片。这些东西如果堆积起来，会发生什么？炎症、细胞功能下降、组织老化加速、免疫系统过度激活、神经元连接受损。用更直白的语言说，你会更容易生病，你会老得更快，你的大脑会比实际年龄更早的开始退化，你的皮肤会比同龄人更快的失去弹性，你的身体会在还不到该坏掉的年纪就开始出现各种说不清楚原因的不对劲。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细胞生物学里有大量文献支撑的基本机制。现在的问题是，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清理这些垃圾？有，而且不需要任何药物，不需要任何补剂，不需要任何昂贵的疗程。这套清理系统就装在你每一个细胞里，从你出生的时候就在那里，已经运行了几百万年，经过了漫长进化的反复验证，精密程度远超任何人类设计的药物系统。它叫做自噬 auto 自我 phagy 吞噬，字面意思细胞在吃掉自己内部的垃圾，听起来有点奇怪，甚至有点恐怖，但这是一个极其优雅的生物学设计。细胞不是把垃圾丢掉，而是把它拆解，把里面还有用的分子成分回收，重新组装成有用的新零件，不是浪费，是循环利用，不是破坏，是更新。这个过程的发现者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在2016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会的颁奖词说，这个发现揭示了细胞降解和回收细胞组分的基本机制。一个基本机制不是边缘发现，不是小众领域，是细胞生命最核心的运作逻辑之一。那么这套系统什么时候会启动？这才是真正关键的问题，也是医生在那7分钟里不会告诉你的答案。答案是，当你停止进食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但足够长是多长？这里面有一套精确的生物学时间表，我要把它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说清楚。你吃完最后一口饭，时钟开始计时，最初的0到6个小时，细胞自噬基本上处于沉睡状态，你的消化系统正在处理食物，血糖升高，胰岛素大量分泌，胰岛素激活了一个叫做 mTOR 的细胞信号蛋白，而 mTOR 是细胞自噬最直接的抑制者，只要 mTOR 处于激活状态，自噬就被按着不让动。把 mTOR 想象成一个霸道的工厂厂长，当外面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运进来，厂长就会大手一挥说，现在是生产旺季，所有人专注生产，不要搞别的，清洁工、维修工通通靠边站，等旺季过了再说。这个阶段你的细胞只做一件事，处理新来的营养物质，合成新的蛋白质，分裂生长。清洁工在角落里坐着无所事事。6到12个小时，事情开始悄悄变化，食物消化完了，血糖开始下降，胰岛素慢慢退场， mTOR 这个霸道厂长的底气开始不足，他的声音从大声呵斥变成了半信半疑的嘟囔。与此同时，另一个信号蛋白开始活跃起来，叫做 AMPK 细胞的能量感应器，它感知到能量供应在减少，开始向细胞发出警报，外面的物资快断了，我们需要启动内部资源循环。自噬开始苏醒，但还没有真正醒来，就像清洁工听到了隐约的叫唤声，开始从椅子上直起身子，但还没有拿起扫帚。这个阶段细胞自噬的活性开始上升，但幅度很小，效果很有限。12到16个小时，这是第一个真正重要的节点，肝糖原基本耗尽了，你的身体已经烧完了所有现成的葡萄糖储备，必须切换燃料来源。胰岛素降到了一个足够低的水平， mTOR 的抑制压力大幅减轻， MK 全力发出信号，细胞里另一个叫做 BICLIN-1 的蛋白质被激活，它是自噬真正的启动者，就像拉响了工厂里清洁队的集结警报。清洁工站起来了，拿起了扫帚，开始走向那些角落里堆积已久的垃圾。这个阶段，细胞自噬的活性有了可测量的实质性提升，受损的蛋白质开始被包裹进自噬体，自噬体和溶酶体融合，垃圾开始被降解、被回收。16个小时是很多研究者认为自噬开始产生有意义效果的起始点，这也是为什么16:8的间歇性断食，16小时不吃，8小时进食是目前研究最多。
最被推荐的断食模式，因为它每天都能让你的细胞进入自噬的有效区间，16到24个小时自噬全面激活。如果你继续不进食，身体已经完全切换到脂肪燃烧模式，酮体开始大量产生，为大脑和重要器官供能，胰岛素持续在低位， mTOR 持续被抑制， AMPK 持续激活，自噬的运转规模越来越大，不只是普通的细胞质垃圾在被清理，线粒体自噬开始启动，那些老化功能受损的线粒体，你细胞里的微型发电厂开始被识别、被标记、被拆解，新鲜的线粒体会在之后被重新合成。这个线粒体的更新意义重大。线粒体是细胞产生能量的地方，线粒体的健康程度直接决定你整个细胞的代谢效率，进而决定你的体力、你的认知功能、你的抗氧化能力、你的衰老速度。老化的线粒体产能效率低，泄露的自由基多，是慢性炎症的重要来源之一。当线粒体自噬把它们清理掉，新的线粒体取而代之。你的细胞就像换了一台新发动机，运转效率提升，废气排放减少，整个系统的状态都会变好。24到36个小时，这是自噬的深度区间。如果你到了这个阶段，你的细胞正在进行的事情已经不只是日常清洁了，更接近一次彻底的系统翻新，免疫系统的更新开始发生。老化的免疫细胞被清理，新的免疫细胞被生成，免疫系统的整体响应能力得到重置。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研究显示，规律性的较长时间断食与改善自身免疫状况有关，炎症水平显著下降，不是因为吃了什么抗炎药，而是因为那些持续刺激免疫系统的细胞垃圾被清理掉了。根源性的炎症信号减弱了，大脑里的神经元也开始受益，大脑有自己的清理机制，和细胞自噬密切相关，专门负责清除神经元之间堆积的异常蛋白质，比如和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低淀粉样蛋白，比如和帕金森症相关的低突触核蛋白。断食诱导的自噬被认为是激活大脑这套清理机制的有效方式之一。36个小时之后是一个需要谨慎的区域，自噬在这个阶段达到峰值，但同时身体也开始启动压力、应激反应，皮质醇升高，肌肉分解的风险开始增加。如果没有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补充，身体的各种功能会开始受到影响。这不是说36小时以上的断食一定有害，对于有经验、身体状况良好的人，在适当监督下，更长时间的断食是可以进行的。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36小时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边界，不是随意跨越的。好，现在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医生不告诉你这件事儿？我想给你一个公平的答案，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因为医生不关心你的健康这样的答案，因为那不是真相。真相是医学系统是一个处理已有疾病的系统，不是一个优化健康状态的系统。医生接受的训练是识别症状、诊断疾病、开具治疗方案，他们学习的是药物的作用机制、手术的操作规范、检查指标的解读方法。关于细胞自噬，关于断食的代谢效应，关于如何通过生活方式激活身体的修复机制，这些内容在大多数医学教育的课程里占的比例极小，甚至根本不在标准课程里。不是因为这些知识不重要，而是因为医疗系统的设计逻辑是你健康的时候不需要来，你生病了再来。这个逻辑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那个空白是在你还没生病，但细胞垃圾已经在堆积，炎症已经在低水平运转，线粒体已经在老化，整个系统正在缓慢地走向失衡的那段时间里，没有人在任何诊室告诉你有一件事你现在可以做，不需要花钱，不需要吃药，只需要给你的细胞留出时间，让它启动那套本来就在里面的修复系统。那件事就是有规律的持续的断食，不是极端的痛苦的需要毅力撑过去的那种，是每天给自己一个足够长的不进食窗口，让胰岛素有机会真正退场，让 mTOR 有机会松开它的控制，让 AMK 和 BCLN-1 有机会把清洁队叫出来，让你的细胞做那件它几百万年来一直都知道怎么做的事情。16个小时是一个有意义的起点，不需要每天都做到完美，不需要把它变成一场苦行，不需要因为某天没做到就觉得前功尽弃，需要的是把它变成一种节律，一种你的细胞能够依赖的规律性的清洁周期。就像你每周打扫一次房间，不是因为一次打扫就解决所有问题，而是因为规律性的清洁，让垃圾永远不会堆积到让房间变得无法居住的程度。你的细胞也是这样，给它规律的清洁时间，它会用更好的运转状态回报你，不是立刻的，不是戏剧性的，是那种慢慢的扎实的写进细胞层面的改善。是你某天照镜子发现皮肤的状态有点不一样了，是你某个下午发现脑子比以前好使了，是你某次体检发现炎症指标比上一年好看了一点。这些变化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处方上，但它们是真实的，它们是可以发生在你身上的，而且启动它们所需要的只是你理解了这套机制，然后做出一个简单的选择。今天晚上早一点吃完最后一顿饭，然后让你的身体去做它一直都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帮你看见了那个医生7分钟里没有说到的东西，请给他点一个赞，这个内容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因为这是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的事，关于自己身体的事，关于细胞怎么修复自己的事，关于那套比任何药物都更古老、更精密、更个人化的系统是怎么工作的。订阅这个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